时代杂志消息最准那时节，我们要得到确实的消息，唯有到斜桥弄那家俄国人办的时代杂志社去买时代杂志。这是一本很薄的刊物，内容都是采用苏联电台和塔斯社的电讯，一段一段短得很，但是每段内容都比较准确。这本刊物起初没有人知道，每期的印数也有定额，每期逢到出版就被抢购一空，大家视其为真实消息的唯一来源。记得有一段最可怕的消息，就是讲到中美合作所计划反攻收复沦陷区的策略，是要在浙江、江苏沿海登陆，第一个目标要收复上海，因为这时日本的空军在太平洋战争中自顾不暇，而重庆方面则组织了陈大德的飞虎队，要联合关岛的美国空军与中国陆军协同登陆作战。这个消息谣传已久，却没有得到证实。自从《时代》杂志发表之后，上海人人心惊胆战，认为上海已不是安居之地，租界上的人也以为从此将不能安居乐业。那时节，上海的人口大约是400万，因此而逃离上海的人日有所闻。从此，《时代》杂志格外受读者重视，可是俄国人向来不肯多印，所以买到这本杂志的人便互相传看。美国志愿航空队飞虎队队长克莱尔里陈纳德日本人明知俄国人的《时代》杂志影响力很大，但并不加以禁止，因为那时节苏联还没有对日本宣战，日本人还希望苏联将来作为讲和的居间人，所以眼开眼闭地让他们存在着。俄国人在上海人数并不多，不过4、5千人，都集中居住在法租界霞飞路、亚尔培路（今陕西南路）附近一带，绝大多数都是帝俄时代逃出的难民，其中有贵族，非贵族当然更多，我们统称为白俄，以别于苏联的赤俄。向来我们对这种俄国人极为藐视，他们做的行业都是手中提一个皮箱，肩上披着一条地毯，到许多中国人家去打门，推销地毯和杂物，家家都拒之门外。最差的是推销他们自制的去油腻肥皂，中国人都叫这些人为罗宋瘪三，见到他们更是不肯开门，弄得他们只好沿途兜售，或是在霞飞路旁摆地摊，向过路的人兜销，有时竟拉着过路人的衣衫，不问情由，涂上肥皂作为试验，不论你买不买，只有给他们几毫子才肯放你走。白俄人在这个区域最大的商店就是3、5家卖伏特加、俄国酒的小酒吧，做招待的都是老板娘或是她的女儿，他们能说几句北方话，老板经常介绍女招待给客人，总是说她从前是公主或是某某皇亲贵族，其实多数间操皮肉生涯，所价并不昂贵。我曾经在亨利路亨利坊住过一个时期，那边附近几条马路，部分旧屋曾是白俄女性的卖淫地，所以中国人对这般俄国人久已鄙视。也不知道什么时候，有少数俄国人暴露他们的身份是赤俄，不但办了中文版《时代》杂志，还出了许多俄文的宣传小册子，要这批白俄转变意志，归属到赤俄旗下。这时新开了2、3家出售哈尔滨西菜和北京乳酪食品的商店，其实这些都是间谍和统战机关，我们有时买不到《时代》杂志，就到这些地方去吃一些东西，可以借看最新的《时代》杂志，明白太平洋战争到了什么程度，国际间有什么趋势。这时候上海人都有一种感觉，要是不看《时代》杂志，简直等于蒙在鼓中，什么也不知道。因为我住在白俄居住区域，
常到一家出售乳酪的食品店去，店里的布置很简陋，客人用的都是藤椅、藤桌。去多了几次，俄籍的女招待招呼也不错，但是常有一个中国人坐在店中一角，偷偷观察往来的客人。有时我吃了出门，这人会跟踪着我，我就想到此人可能是日本人派来的密探，认为不大妥当，从此就不再去了。但是《时代》杂志总是要想法子去买，或向朋友借阅。据朋友说，日本人对《时代》杂志虽不加干涉，可是逢到出版的日子，总会派人监视在旁，查看抢购杂志的都是些什么样的人物。又据谣言说，凡是到斜桥弄去排队买杂志的人，都让日本人拍下了照片。这一点我有些不相信，因为那时节的照相机不像现在的这么精巧玲珑，都是一些很大的方景箱，而且此时菲林久已买不到，所以我对这个谣言总是不信。然而此说已腾传众口，买的人都具有戒心。